就昨天我们发的时候，有小伙伴提醒我们这里是有灵异事件发生的。对啊，加过。倒进去哈。我们已经到兰卡威的机场了。从瓜镇打 Grab 过来大概是15马币。那天我们从机场打，不对，我们那天没有网络，所以只能从机场打 taxi， 就机场有 taxi 去瓜镇是现金20马币。总的打 Grab 会便宜一些。我们是飞国内，因为要飞吉隆坡。本来是3点20的，延误了。3点50。1点的。我本来是1点的飞机，结果直接延误到3点多。3点然后又延了。那是因为暴雨，昨天兰卡威也下大雨了。今天我们要从兰卡威飞吉隆坡，由于是国内航班，所以不用提早3个小时来机场。兰卡威的机场比较小，带你们云游一下兰卡威的机场吧。我们现在过安检。我们买的机票是 Batel， 就是大家熟悉的马印航空，属于联航，晚点率嘛，有点高。联航大部分是不含行李额的，建议提早在网络上加购行李额，现场买的话会很贵。By the way， 联航是没有提供吃的和毛毯，包括开水。好值机以后就直接在这边就可以进去了，安检过安检。比较小的一个小机场。兰卡威机场挺好的。对。就国际航班离境的都没有，封起来了。过完安检进来就是登机口了，小机场，非常小的一个机场，但是比菲律宾的要大多。不是，它这个兰卡威的机场其实比东南亚很多，就这种海岛的机场好很多。2 hours later， 兰卡威机场它好像没有2次安检，就安检1次就好了。因为它只有回国内。国际是需要2次安检。登机了，去吉隆坡了。这个是一个用银行卡在马来西亚取现的一个视频。我这个卡是芯片加磁条的，然后先插卡，要不要自己？插不进去，插不进去啊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钱这是存的，这个英文单词的都是存款机，不是取款机。现在这个视频是用银行卡如何在马来西亚取现，那我用的是芯片加磁条的卡片。好，选择中文，这里按现金提款，储蓄户口，然后输入多少令吉，1000吗？好难按，是1000令吉，不流畅的，对吧？然后按正确，是很不流畅。要收取要啊。我看一下今天的汇率。要先取卡，然后才会吐钞。1000，拿我的收条，我刚取了1000马币，然后一共是花了1527.5，然后这个10块钱手续费呢是招商银行那边收取的，就国内部分收取我的手续费，马来西亚这边扣了将近10块钱的手续费，就2个手续费加起来一共是20。那我现在要出去吃饭了。那在吃饭之前，在这条小道上，我就再介绍一下我们这几天入住的公寓。那我们入住的是 LaLaport 的公寓，有右手边这栋公寓。那左手边呢，就是可以直通到 LaLaport。这条路叫 Garden Way， 这两边就是餐厅跟酒吧。据说呢 ，LaLaport 在以前呢是监狱，然后由监狱改造的。就昨天我们发的时候，有小伙伴提醒我们这里是有灵异事件发生的，但是这几天我入住下来的感觉就是，因为昨天晚上他们 LaLaport 有这个樱花季的表演嘛，在4楼直接嗨到晚上10点钟，那我觉得有什么灵异事件都被这边的人气覆盖掉了，因为这边现在算是一个热门商圈。我们下次入住第2天嘛，除了晚上的表演有点吵以外，但是门关住是听不见的，还有就是蚂蚁有点多。至于灵异事件呢，我暂时还没有发现。
我们到了这个公寓 ，Thank you。他说在 lobby 的。今天入住这个公寓。我们今天又解锁了第7套吉隆坡的公寓。35. Okay. Also, we have another one. Level 29. Level 3A. Level This 3A. one is garden pool. Uh-huh. You feel like in garden. And this one is in the rooftop. 啊，一个泳池，一个是楼顶泳池，一个是花园泳池。这是一个门2户，这是别人家，这是我们家。哦吼，good view。哇，这个景观好嘞。This is the shopping mall shirt. Lalaport. Yeah, Lalaport. This photo. Lucentia Residence 位于 BBCC， 离富都非常的近。高端配套的公寓提供免费的健身房、泳池、儿童游乐场所等。附近还有一个地铁站和一个单轨车站，交通非常便利。有打扫吗？没有哈。Garbage. Yes, garbage. Yeah, Which just floor? If you have, can throw here only. 哦，there. OK. I show you. OK. This is the rubbish box. 哦，OK，Thank you. Let's throw here. OK。一进门呢，左手边是厨房，然后右手边是客厅。这边是吃饭的桌子，一个沙发，电视，然后你们看这景观特别赞。双峰塔、吉隆坡塔，然后这个下面是一个花园，都能看得到。然后呢，下面是一个 shopping mall Lalaport room tour。然后墙上贴了 WiFi。还有一些那个房间的入耳，也可以看一下。啊，卧室是这样的。卧室里就可以看到那个吉隆坡塔了。现在我们看衣柜里有些什么东西。衣柜里什么都没有。好，衣柜里啥都没有。是个衣架。对，有衣架。这个衣柜。然后这边还有一个衣柜，也是啥都没有。哎，有这个电吹风跟那个熨烫机。这一套房子呢，只有一个卫生间，因为它是单卧的。这个镜子，然后是淋浴的。然后洗漱用品比较简单，因为公寓嘛。这边有个门是可以通到卧室的，如果你想开的话，就把这锁打开，就可以通到卧室。然后厨房有这个烤箱。电磁炉板，这个煮水器，杯子，看来要开橱柜。这个是盘子，这个是空的，个大冰箱，冻层。这里有2台洗衣机，都是能用的吗？就可以用，这也能用，还有配洗衣粉。阳台有晾衣的地方，景色真赞。我们从这个电梯出来后是巨城，然后这个门，好走吧。对。然后直走，看到前面有堵墙，墙后面是停放摩托车的地方。然后呢，不要穿过这个墙，直接往这个左拐。然后接着我们看到电梯标志跟这个箭头，继续往左拐。接着我们就看到一道小门，这个是要刷卡的小门。进去以后不要坐电梯，走这个门，这个门不需要刷卡。噔噔噔，我们就到它这个花园。这对面就是Lalaport。Lalaport，往这边走。
上面是有2个泳池，一个是 Garden 的泳池在3楼，然后还有个顶楼泳池。那我晚上去顶楼泳池看看，在我们的阳台就可以看到吉隆坡塔，很近的可以看得到。然后当然也可以看到双峰塔，因为双峰塔是无处不在的。好，我们现在去吃饭吧。入住的时候就是在保安那边要给他护照登记，然后管家呢就是联系的房东会在大堂等我们。我们的车来啦！那刚才我们在叫 Grab 的时候发现一个小 bug， 就是不是 bug， 不是小招数 ，Grab 的小招数，就是我们在楼上叫车的时候显示是4马币，对不对？5块钱，然后到楼下以后它就显示8块钱，8马币。然后呢，就是我就觉得8马币，所以为什么楼上5了，楼下8，我就换了他的手机，换了我的手机。对，换我的手机去打，看一下会不会更便宜叫，因为这个时段叫车比较难嘛。然后呢，结果用我的手机叫了嘛，大概是到变成4马币。对，变成4马币。然后他想，哎，我这个太贵了，还是用回他的账号去。8马币能接受。对，8马币能。结果一打开，它就变成12马币了。也就是说，同一时段、同一个地点，如果有多部手机在叫车的话，它可能会涨价。对，它会涨价。一怒之下算了，因为我们不想用现金，虽然说那个 Grab 贵一点，然后还是想用 Grab， 然后后来看见他这样敢这样套路我们，就又用亚航叫车。对，亚航叫车是亚航是叫到6块钱，就我们现在做的是。对，其实亚航其实这个 app 叫车嘛，就其实跟那个在泰国用 Bolt 是差不多的，因为都是只能用现金或者是信用卡，用不了支付宝。对。但是它的车资叫车的费用会比 Grab 要便宜。大部分时候都更便宜。对，没错。他敢这样套路我们。怪不得就是有小伙伴在我那底下评论说 Grab 会坑人。对，说 Grab 太坑人了。我们以前没有感受到它坑。对，因为我也觉得很方便嘛。最忠实的用户，你看菲律宾用它，对，到处都用。在大城市像曼谷啊，还有吉隆坡啊，都用这种小众的一点的 app， 比如说 Bolt 啊、亚航叫车是很方便的，因为车费会比 Grab 便宜嘛。但是在小城市呢，像我们在和爱嘛，就用 Bolt 是叫不到车的，因为 Bolt 在和爱是就是很少车的，然后我们也是叫 Grab。然后上次我们在古晋。用亚航叫不到车，对，也是用 Grab 叫车，对，对不对？然后还有我们在巴厘岛的时候，然后在比较偏的一些海滩，像长谷那边，对，只有 Grab 能叫到车，用那个 GoJet 就叫不到车。是没错，所以就是各有利各有弊吧。对，好，如果不差钱的话，用 Grab 是最好的。路边有一个人睡在那里，但是他不像流浪汉，因为他的摩托车在旁边。可能太辛苦太累了吧，而且它的气温挺高的。Here you are. Okay, thank you very much. Thank you. 在哪呀？哇，又要下雨了！看，这次来比之前来下雨的频率更高。宣记瓦煲鸡饭。来吉隆坡不能错过的米其林美食，宣记是始于1983年，当时只是一个小档口，历经了40多年，现在已经是米其林必比登的常驻商家了。老板是第3代华人，菜单上有中文，服务员也会中文。瓦煲鸡饭和广东的煲仔饭很像，不过宣记是用特制的瓦煲，采用上下炭火的方法来煲煮，在保证米饭锅巴脆而不焦的同时，让鸡肉保持鲜嫩多汁的口感。Thank you. 2 person. 没位置吗？对，只能坐这角了。我以为留一个小角落。我以为外面没有人排队，这个点来应该挺空的，结果一进来，哦吼，没位置坐，只留了一个小角给我们。这里这个瓦煲鸡饭里面有鸡肉、咸鱼跟腊肠，然后这个辣味里面就多了辣鸭腿，还有这个香港的腊肠跟桂花肉。那这个腊肠呢，就只有腊肠了，还有单纯的鸡的。那我们点这两个混合的比较好。这2个饮料是挺有名的，就是你们来可以去试一下，一个是沙梨酸梅，然后一个橘子酸梅，在大马都挺有名的。
还有这个自制海鲜豆腐，这边也是挺多人点的，我们也点一个，点个小吃。好了，够了。啊，这个要等30分钟啊。行，好。这个15分钟给你。可以，我们分开。对，可以等，谢谢。海鲜豆腐。这个海鲜豆腐，它是炸的。里面有蟹柳，怪不得叫海鲜豆腐。看看这是什么酱？这个酱就是泰式辣酱，会甜的。现在能看得清楚吗？一丝一丝的蟹肉，再加一个沙拉酱。还有豆腐里除了有蟹柳外，还有胡萝卜，好像还有一点点鱼肉，挺好吃的。Thank you。我们点了一个是橘子的酸梅，一个是沙梨酸梅。刚才小哥推荐沙梨酸梅，他说特别 good。现在哪个是沙梨，哪个是橘子？这一口就知道了呀。沙梨。这是沙梨。上面有沙，看到没有？它的沙梨好像是特别深的那种，它其实不像梨，它像那个油柑，有一种清清的味道。再来喝的橘子的，橘子完胜，橘子完胜，橘子好。但是沙梨的口感很特别。瓦包鸡饭来了，哇，有点烫。都是鸡肉，原来它的小杯里装的是咸鱼，还有腊肠。要给它搅拌一下。搅一搅，它这要快速搅动，不然底下就变成那个米就会粘成锅巴了，然后料也会浸在底下。还冒着热气呢，激动。这一份还挺大的，虽然我们点的是 small 小份的，但是我感觉这一份已经能吃饱了，很香。哎，这咸鱼是直接放里面吗？对。一起放吗？它就一小个，哎，就这么小个。不要沾过。倒进去哈。反掉。这鱼就直接就碎了在里面哦。我觉得我们桌子有点小，待会儿放不下另外一个包。它还特地那个咸鱼里面有一点点那种鱼油，然后吃起来会更香。下面有锅巴。那咸鱼味道很好吃。它那咸鱼哈，都已经有点像腐乳的味道了。那是腐乳还是咸鱼啊？有点发酵的那种感觉。米饭的味道是很重，但是这个鸡肉呢，它里面味道比较轻，没有像外面那么重。煲仔饭跟它区别就是，煲仔饭它可能酱油没有提前放在里面，是上来以后它给你一包小酱汁，然后你自己决定要加多少量。它这个瓦煲鸡饭呢，就是直接所有酱汁都加在里面了，然后你端上来以后只要把它搅拌就行了，就。可能个人口感，我是觉得有一点点偏咸了。第二包，这个包呢就是辣味包，它里面有腊肠、腊肉，还有腊板鸭、腊鸭腿、腊板鸭。这个辣味的煲仔饭它就没有配那个刚才那个咸鱼了。我要加我灵魂的东西了，你可以同意的吧？可以呀。不要吃猫妈叫就好。我不信。这个瓦煲饭没有刚才招牌瓦煲饭那么黑，所以我刚才瓦煲饭那个料汁我觉得偏重一些。好了，开吃吧。开吃。哎，这辣椒一点点威力就挺大的。这个是腊肉。腊肠好好吃。还有这种黑色的腊肠。
黑色腊肠很像是，就是我在广州吃的那种板鸭，就是我们老家的板鸭。如果要排队的话，打包不也行吗？像打包回去用粘底，他不会给你包，他搅拌。他很用那个铝但他箔纸。可以在来电45分钟前先拨打电话预订，有没有写的？我喜欢那个黑色的腊肠。我喜欢他那个板鸭。因为板鸭就是老家板鸭呗。对。我到这种鸡肉倒是没有很惊艳，我觉得鸡肉可能里面不怎么入味。我喜欢这个黑色的腊肠，因为它黑色腊肠吃起来有点酒香，然后很像我们那个广州的放了那种鹅肝的腊肠。外面已经开始排队了。另外，我真的不信邪，我觉得那个辣椒不辣，结果我现在咬到那个辣椒好像已经舌头。我就跟你讲，你家不要吃完这个，你开始在那边就哭。哎，我要吃它的锅巴。还有啊，我们不要误导别人，给别人讲2个包太多，我们食量太小了，知道吗？稍微那种锅巴好吃。稍微食量稍微大一点的人，一人吃一个这个包，轻轻松松的。好辣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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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样你不要拌。这个瓦煲鸡饭呢，它那个酱汁经过这种瓦煲煲过以后，它那酱油会有一种就是焦糖的味道了，焦香味，对不对？就焦香味了。它底下那底是实在不能挖了，因为太晚去搅拌它了。建议你们这个包一上来的时候就要搅拌，因为像我们太晚搅拌，它底下就粘底了嘛，然后那个锅巴就会烧黑掉，就不能吃了。已经吃完了，我们一共吃了77块4毛马币，还可以吧？这个价格。现在3点多，这个排队还好，可能晚上的时候到饭点就很多人排队。哦，不错不错，这个景色是相当的惊艳。这个要来游个泳，但是你看那个乌云。晚上。我现在在公寓的35楼顶楼的泳池，然后现在今天下午是下雨了嘛，没有什么大太阳，很适合游泳，而且现在风非常的舒服，也不会很凛冽。然后可以看到金窝塔，还有双峰塔。这是个无边泳池哦，这边还有儿童的泳池。这里还有一个休息室。这栋公寓的公共基础设施做的是相当不错的。最高楼在那里啊，它那个电线不，它的那个针不是在那里吗？对，被这栋楼给挡住了。它等于说楼上楼下都有健身房。哇，一堆的健身房，就我觉得楼上的健身房景色更好。而且它一小间隔开，看到吗？对。这是一个，我觉得这是个做瑜伽的地方。对面那个LaLaport的商场又在表演了，他这几天每天晚上都有表演。他樱花季呢，请了好多日本的网红，还有 AKB48。因为他这个商场是那个三井的。啊，这个三井集团是吧？所以说他也配合日本那边樱花季。这个旋转楼梯也可以看到，双峰塔。这整栋公寓的基础设施的设计呀，还有规划都挺舒服的。哦，是这样子的。那还有台球厅。哦，好好玩。
原来这是个透明的，这原来是个透明的池。这里拍照也挺好看的。这是花园泳池。这泳池其实也可以看到双峰塔。这个泳池是在3楼，3A。